困惑，请看。我跟我这女朋友认识大概有1年了，最开始我挺喜欢她，这人是一个挺淳朴的人，虽然农村孩子吧，长得也不太好，但是这些我都不在乎。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她朴实善良。其实呢，我挺自卑的，不管是从学历方面，还是从家庭方面，我觉得我都挺配不上她的。在1个多月之前，她跟我借了5000块钱，说是她老乡家里人生病了，急需用钱。我没多想，直接就给她了。后来呢，我在她工作的地方碰见她老乡，就随便寒暄几句。我说你们家人病情现在怎么样了？那人一愣，哎，说我们家没人生病啊。他就一直问我，其实呢，我不太想说，因为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来这儿的目的想知道他为什么要骗我，他跟我隐瞒些什么东西，我这5000块钱到底去哪儿了？如果你愿意等一等。爱情当中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失去信任。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恋人，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王28岁，来自天津，是一名设计员，学历本科。女主人公小杜28岁，来自河北，是客房服务员，她的学历是初中。来，有请2位，来有请。欢迎啊！你们俩是怎么认识？我特别好奇。你看，一个天津，一个河北，一个是设计员，一个是客房服务员，怎么好上的？这是1年多以前吧，我跟同学一块聚会，喝多了，然后同学呢就怕我家里人生气嘛，没直接送我回家，就把我送到他们的酒店里。然后当天晚上胃就特别不舒服，正赶上他打扫房间，他就打了120送我到医院，算是救了一条命吧。当时我挺感谢他的啊。之后联系了一段时间，觉得他人挺淳朴的，就这样好上了。就是因为他淳朴。对啊。有一些人老说这个背景相差很大的人在一起交流很困难，你觉得你们在爱情当中交流的好吗？说实话不好，他不管是从学历还是从家世，还是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比我强。而且我的朋友，包括就是说他的朋友都不看好我们，人家都问他，就是说你怎么找了一个这样的女朋友？你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吗？问过。你怎么答？我说你们看的跟我角度不一样，我看到的是心灵层面的角度。也就是说，其实你很喜欢这个姑娘，对，你觉得她真实，对，因此这个小片里提到的骗你钱的事儿，其实就在摧毁你们的恋爱基础，对吧？对，是我唯一就是喜欢她的一点吧，现在已经好像没有了。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就是她跟我借钱，说老乡家里人生病了，我说借给你吧，没关系，人家也有急用嘛，我跟那个人也认识，就借给他了。后来我在他工作的地方碰见他老乡，我就随便问问，我说你家病人的病情现在恢复没恢复啊？他说啊，我们家没有人生病啊。今天来了就坦诚吧，这5000块钱去哪儿了？我是找他借钱了，我说了，我说我发了工资就会还给他，你干嘛一直这样问我呀？再说了，有必要那么较真吗？你不喜欢我吗？你就当这钱我花了不就完了吗？不是，那你可以说，亲爱的，我缺钱，我需要5000块钱，我发了工资还给你。就是你可以实话跟我实说嘛，坦诚吧，坦率嘛，他不就喜欢你的率真吗？干嘛不能跟他坦白呢？说实在的，我挺喜欢你的。你别问了行吗？你不说，他永远是个石头啊，他永远是个疙瘩呀。家里有人生病缺钱，朋友缺钱，还是什么？我说出来之后，他肯定不会接受我的，所以我觉得避免他受伤，也避免我受伤，所以我一直不愿意谈这话题。你不会已婚吧？不是啊，那就没什么残酷的事实了。你脚踩2只船吗？不是这样的。那也不够残酷了。
在没认识他之前，我有一个前男友。嗨，那个前男友有什么呀？啊，我把钱给我前男友了。为什么呀？他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他不会让我好过，也不会让我男朋友好过，我怕他挨揍，所以。那你们俩现在断没断啊？怎么还给他钱呢？我跟他断了，但是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混的人，他来纠缠我，我也没有办法。他去我单位纠缠我，有的时候还会去我们宿舍里面闹，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那你跟你前男友断了多久？1年多了吧。我们当初分手的时候，他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拿去赌了，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分就分吧。然后他知道我现在的男朋友挺有钱的，所以就来纠缠我。你第一个男朋友这个听起来是个无赖呀。对啊，他是在外面混的那种。那你那会儿怎么会跟一个在外面混的那种人好了呢？我当时挺小的，我就是喜欢像他这种类型的人，觉得挺英雄的吧。跟着一个这样的男人在身边，我觉得特别踏实，有安全感。就喜欢流氓地痞。我觉得他能打架挺踏实。哦，你跟他谈的时候他就打架是吗？对。但是我没想到最后发展到他能动手打我，我挺怕他的。我就想，我能用钱解决的呢。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还在纠缠你是吗？是这样的，他就说我是他老婆，说我们，哎，怎么说呢？说我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我骗了他好些钱，说我不是什么好人。那你骗人钱没有啊？我没有。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呀？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无赖的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包括这次。那他为什么老跟你纠缠啊？1年多了嘛，他可以纠缠别人吗？这么无赖的一个人。你觉得有多少像我这么傻的人能给他钱花，能受他这种气？啊，你知道你傻呀？这算个解释，算吗？有什么想法吗？我不知道他还认识这种人，我觉得他挺朴实的，可能背景挺干净的，不可能认识流氓啊。你是想跑呢，还是跟他在一起呢？想跑。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太相信，就现实生活里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可能真的离生活远了一些。我只是有一点弄不清楚。按理说你们俩也交往了1年多了，对不对？那按你的描述，这个人反反复复的来纠缠你，他怎么老是没见到呢，姑娘？因为我每次都会跟他避开，就像他每次来找我一样，我怕我男朋友发现，我总是会说，要不咱俩出去说吧。只要我跟他有的谈的话，他就不会闹的。谈什么呢？我就问他，你到底想怎么样呀？他说，我不想怎么样，你就把我当初给你花的钱还给我就可以了。那你当初花了人家多少钱呀？3万多吧。哦，那还是欠了人家的钱嘛。我没有欠他钱，我们两个好了之后，他一直都在拿我的钱去赌，包括我所有的积蓄都让他赌光了。那他为什么会说你欠他3万多呢？您不明白，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混的人，你跟他说不出去道理。我给了他3万块钱，他还是来找我。好吧，这可是一个棘手的大难题了，看看你们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这里有个怀疑，我想问这个女孩，你的前男友和现男友的性格是截然相反，而刚才你所说你还是比较喜欢前男友那类的人，而你现在又采取措施是为了不和前男友冲突而管他要了钱给到了前男友。你的意思是，也就是说现在你跟前男友的这个接触的密集程度以及你对前男友的付出是远远大于现男友的。我们把各个点给串起来看的话，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问号。那我想问，你和现男友交往的动机是什么？
确实，我以前的时候，我挺喜欢像我前男友那样的男孩子，我认为有安全感。但是我没想过有一天，就说他打架的时候，他能打到我身上来。所以我在跟他受了一系列的伤害之后呢，我就是想找一个普通人过日子。后来我就碰到我现在的男朋友，不管是从学历上也好，从长的方面也好，他哪点都比我强。就包括我在工作中，还有跟朋友同事中，我都不是一个特别合群的人。有好多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他总会给我指一条特别正确的路。到现在为止，通过他的帮助吧，最起码我不会跟同事之间那么不合群儿。在他身上我学到挺多的东西。我到现在才发现，喜欢是一回事儿，能不能过日子又是一回事儿。我现在不告诉他，并不是说我跟我前男友特别亲密，因为我不希望他掺杂就是说我特别复杂的过去，而且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有一段特别黑暗的过去。OK， 我还是想追问一个问题哈，你说喜欢，你没有接下来说是爱，你用的是喜欢和过日子可能是两种人。对，我认为是这样。那我的问题又出来了，你到底是想找一个跟你能在一起过日子的人，还是找一个爱你或者你爱的人一起过日子？我就是想找一个能跟我踏实过日子的人。这是我最担心的。其实你找的只是一个过日子的人，他可以依靠不打你，但是可能并不是你真正喜欢或者爱的那个人。不是的，其实我挺喜欢他的。你爱他吗？回答曲老师。爱吗？他可有点懦弱，遇到事情可能第一反应是跑。那我也是挺爱他的吧。那就拿出你的行动吧，好吗？你们俩一起去面对这个过去，这个前男友，好吗？不要再逃避了。问题是他愿不愿意一起面对？好，这个问题给到男方，你爱他吗？谈不上爱吧，最多是喜欢吧。哦，认识1年，我觉得还到不了那个程度。你的问题吓到他了。哎，你看啊，遇到事儿了，然后态度就出来了，谈不上爱。那现阶段你愿意和他一起面对这个前男友吗？不愿意。如果从现在来看，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适合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是非常相似的人。我是说这一点。第一个，两人都过得糊里糊涂的啊，择偶标准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人结婚或者谈恋爱。对于女方来讲，她第一个男朋友、第二个男朋友，她所有的标准她没有知道什么是可以交往的，什么是不可以交往的，她没有一个是非区分。对是非，她没有区分。其实对于女孩来讲，你的人生过得那么混乱，不是说别人给你造成的，不是你的前男友给你造成的，而是因为你自己所导致的。而对于男方来讲，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你不管想跑也好，不想跑也好，如果未来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永远是一个不清楚模糊的状态的话，你可能真的找不到适合你的人。就有这样的无赖，可以让两个人坦然的低头，说我想跑，说我想妥协，说我不想声张，说我就想这样瞒下去。我不知道很多人对于这个爱和正义还有什么样的理解。我最早期的时候做记者的时候，真碰过这样的混蛋。但这样的混蛋基本上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他虽然无赖，他狠不到哪儿去，他也是不敢惹大事的人。而恰恰就在于我们没有底线，女孩没有底线，能瞒就瞒，能拆东墙补西墙就补西墙，是吧？能瞒到最后一个就瞒到最后一刻，所以才纵容了他。而男生虽然你不爱他，虽然你也很真实，你表达的你的内心状态很真实，但是你毕竟是个男的。我想跑，这怎么说得出口的一个问题。你哪怕就是曾经是一个朋友，一个关系稍微好一点的朋友，你也没有必要如此吧？男生，我想问问你，你是心里真的害怕？我不想招惹上这些麻烦。你不想招惹什么麻烦？就是像这种无赖。你觉得他能对你做什么呢？就是
癞蛤蟆怕脚面，知道？不咬你恶心你。你就是怕它天天缠着你。对，多烦人。哦，那你能保证你下一个女朋友没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吗？那不保证。那如果下一个还遇到这样，你还跑吗？下一个那就先看清楚了再说吧。我为什么跟他有这段对话，是告诉其他的一些人，在恋爱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一种莫名的恐惧是来源于无知，才会无端的害怕，才会纵容他这种人肆无忌惮。你知道吧？一个男的谈一女朋友，就即使是不谈了，没必要害怕成这个样子吧？那第一反应你不是去跑吗？你不是去害怕，你就过去跟他真刀真枪去拼吗？谁说一定要跟他去拼呢？我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今天你们可以分开，你们之间可以分开，可以脱离关系，那小子找不上你，将来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亲人碰上这种问题，你还跑吗？那当然我要帮他。要帮啊？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要有一股勇气。再加上你跟他虽然分开了，你毕竟之间是有一段恋情。我说的是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啊？那你的意思是说，就即使跟他分开，接下来作为朋友，你也会帮助他喽？对，那就好啊。我就怕个个都像你这样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涂老师也别那么着急，你这问题怪我问的不厚道啊。以后碰到这种事儿，别想着跑，恐慌之后要冷静下来，想想怎么去处理。这个恋爱谈的确实是稀里糊涂，跟爱不爱的没有关系。现在等于我们还是一个缺边信息呢，这是我们听到了一个人的陈述，是这样。我要问的问号是，如他所述，所有的情况是真实。姑娘，你所谓的这个给的说法，给到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吗？我质疑在什么地方？我质疑在你跟你前男友的关系上。第一，有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是不是确实欠人的钱？第二，是不是在情感上面没有分离和割断？就是刚才曲总的那个担心。他喜欢的是那样一个人吗？所以基于这么两点来看的话，姑娘，你说的这个事儿有点离奇，多少是事实，多少是被放大，自己想吧。我不再多说，就觉得多说没有意义。现实就是在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有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了一个重大的欺骗。今天这个欺骗被说开了，这个钱被他拿去其他的用了，可能是去处理一些他要处理的问题。小伙子，这事儿我建议不再深问，就当这个故事是一个完整版的事实，他所述的都是事实。基于这个事实，你再去做考量，要不要继续往前走，或者怎么样，好吗？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合院。其实咱俩认识算是挺有缘分的，没有你，我可能命就没了那天。我一直对你心存感激，虽然感觉你这次骗了我吧，但是我希望你说的那些话是真的。你有困难，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但是这种家庭背景，我觉着咱们俩不会再成为恋人。反正不管怎么样，以后你有什么困难还是跟我说，我能帮你呢，我尽量帮助你。有些东西我不告诉你，我只是怕你受到伤害，因为我真的挺喜欢你的，不想失去你。我谢谢你这1年多以来对我的好，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呢，我也就不给你添麻烦了。哪怕你以后不跟我在一起了，我也会永远记得你这人。刚才这小伙子说话你没听是吗，姑娘？听见了。那你还跟他说这段话？我还是想为我自己最后争取一下吧。两位回去吧。哎，请关门。
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我们不讨论他们俩是不是能走下去，我们来讨论，当你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跟你分手之后，以不正当的手段相要挟、干扰、威胁到了你自己的生活，你采取的方式是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还是躲开、逃避，像这个姑娘一样？如果你选择的是捍卫自己的权益，请投赞成票；如果你选的方式是懦弱，请投反对票。来，各位，请选择。好，谢谢大家。涂老师，看到这个数据应该很欣慰。在这个现场，大家的这个观念当中是要去选择，所以面对生活的困难，要有一些勇气，拿出勇气，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来，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3、2、1，请开门。背叛，美丽是月眼看温柔会灭。面对镜头，跟你的2任前男友告别吧。第一任不要让他再看到你的懦弱。第2任你的心理感悟是什么？你可以告诉他。我只是想跟我前任的男朋友说，你预想的已经达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已经不要我了。以后我也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你也没有必要追我追到天津来了。我希望你以后会有自个儿的生活吧。姑娘，我已经听出端倪了，那个男人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只是不想放手。所以你处理不好跟他的关系，你所有的恋爱都会出问题。麻烦你回去把你跟你的那位男朋友的事情全都处理好，再开始新的恋情，好吗？谢谢您。祝幸福啊！来，请回。